嘿，大家好，我是阿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造窑，没错，造这个窑、盖这个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心得哈。因为有很多朋友问我说能不能分享，那因为我这个窑已经盖好了，所以只能够透过以前的图片跟现场这个样子来跟大家做一个解说。那如果有兴趣盖窑的话，可以把这一支影片看完哦。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咯。这个是我们每次烤完面包之后呢，这个窑体本身还有一些温度哦，那我们会拿来烤一些木材，让下个礼拜在烤的时候呢，这个有比较干的木材可以烤哦。所以呢，我现在把这个窑里面的木材呢，先把它清干净，这样子待会拍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窑里面大致上的一个状况啊。当然，这个只是趁着这个窑烤面包的一个余温呐，余温来给它做一个余温再利用。好，这个就是我窑里面的一个样子哈，已经给我盖好窑，到现在呢已经烧了2年哈。那有黑黑的部分呢，就是被烟熏到的部分木材有烟的话，它会变成黑的。那窑顶呢，有没有看到很干净哈？这是因为它都是火在烧哈，那也没有坍塌的现象。那这个窑里面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这个我们盖这个窑的时候，最先的动作呢，就是要盖地基哈。我们的地基来讲，宽呢约莫1.9米，然后这个深度来讲是2.2米哈。那地基很简单啊。你就是用水泥哈，在这个地方这一层哦，这一层是地基，用水泥把它灌最少15公分以上，那绑钢筋或是点焊网点焊网要记得放它才会够强壮。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窑哦，这个可能也有5-6吨很重的重量压在上面哈。至于盖这个窑你要盖多大？你要先考量你要烤多少面包。那我当初其实是想烤这个的4盘这样的面包，但是后来要搭配上你的搅拌器，还有就是说你做面包的流程，因为我没有在冷气房做，所以你做面包，如果说第一盘到最后一盘，你在发酵或者说在整形的时候，第一盘跟你第4盘，它一定会有开始发了。好，第一盘做完到第4盘的时候，再回过来看，第一盘已经发了，那你要这个时间你要如何掌控？这到时候也是要靠一点经验哈。那后来我目前在使用这个窑是2盘，2盘的量，刚好我有这个搅拌。还有我在做面包的过程，一个速度上也好，还有这个发酵过程也好我一次烤2盘的量是刚好的。那所以你在盖窑的时候，你这个洞口要多大？这是你盘子的大小，起码你可以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放得进去。我这个窑呢是直的盘子进去之后呢，打横。可以推到底，可以放2盘，所以当你的地基打好之后，你开始要画上面的空间的设计图的时候，你就要看你这个盘子进去，你要左右2盘，在前面前后各4盘的话也可以，但是你的
上面的平台就要大，下面的话也要大，啊，那你里面的空间才够。但是相对的，你的窑盖得越大，你的柴火就要烧得越多。那我这个窑我用起来来讲，算是还蛮省柴的，很省柴火啦，不会用很多。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所以当你的地基灌好之后，完全干了之后，你就是要盖这个，盖到这个台面，啊，这个台面。那这个台面要多高？要多高就是看你个人的身高。你起码你在这个要进窑的时候，哦，面包进窑的时候，刚好是你在腰部的位置，哦，可以放进去，不用太高，也不用太低。好，现在来继续来帮介绍这个台面哈。这个台面来讲，就是一个平台。我刚刚说过了，你要盖到你的腰部上面，你的盘子可以进去之后，这个高度。那至于这个厚度，这里有拍到有哈，就是底部平台的厚度，平台这个厚度哈，最少要40公分，最好要30到40啊。那这个台面来讲，台面哈，我只台面的部分哈，你旁边盖完之后，台面你可以用灌的，就是说你要让火床火烧到的部分的地方，你可以用2种方式。第一个，用灌的，灌什么？塑料。塑料是什么？就是粘这个耐火砖粘在一起的那个塑料，等于是一般的水泥粉，但是因为这个窑不能用水泥粉，你要去买它的塑料。好，你可以平台整个用板模做起来之后，灌塑料抹平，这个也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你可以灌水泥，底部一样灌水泥，这是一般盖房子一样哈，盖个水泥，盖好之后呢，这个耐火砖铺上去，铺平哦，要铺平，然后它是一个平的。那铺的范围就是你烤盘你要放的量的范围啊，你要4盘或是2盘，或者你更大，那你的范围就要更大。好，这是这个平台的部分。那至于这个有人问我说，这个是铁材，没错，这是铁材哈。因为小弟我这个功夫不是很好啦，第一次盖，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会用铁材来做，我来支撑。那这个造型来讲，这是一个平的造型哈。好，那我们继续再讲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哈，这个底座跟窑的平台的中间这个部分哈，因为中间这个里面来讲，其实都用不到，所以我们要把它围起来，不要放木头或是放其他的东西哈，因为我们在郊外了哈，山区会有会有一种动物，这个东西的动物，这个会蛇啊，会怕躲在里面，所以我们把它封掉，只有留了一个这个啊，这个是要装那个炭的哈，木炭的哈，这是什么？这是人家换机油的桶子，铁盆啊。啊，那我们这边来讲，就是为了放木头，把它垫高，垫高之后呢，让这个铁盆呢稍微靠近你的这个要轻炭的这个位置哈，不要太低，要不然它会灰尘哈会满天飞。OK， 就是这个部分，好，这个部分。那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明的哈，这个是装那个灰的。会把它拨出来放在这个铁盆里面哈。那最里面来讲，我是把它这个地方我是把它堵起来了哈，堵起来了，不要让东西躲到里面。啊，这个地基上来这个孔，因为我是黑窑啦，所以这边是没有炭火，不是在这边哈，炭火整个都是在窑里面。那这边这个孔就是到时候会拨出来，
把碳拨出来之后，从这边孔下去。那烟囱呢？烟囱在这个上面哈，烟囱在这个上面。好，这个我会上去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我这边来讲熏得很黑了哈，那外面呢很干净，对不对？表示我这个烟囱呢拉力够。好，烟囱它的拉力够高哈。那在这边说明一下，我这个烟囱呢，这个去铁材行哈，叫铁工帮我折了一个方形的哈，方形的烟囱，方形的烟囱。因为呢，我叠砖的技术不是很好啦，所以上面烟囱没有用叠砖的方式做的哈。那只有整个窑面的部分再上去这边，啊，这是用叠砖的，啊，也不是叠得很漂亮啊，请大家包涵一下了哈。我也是第一次盖窑。OK， 好，那这就是正面。那大家会很好奇，这窑的里面呢，窑的里面来讲，它的造型基本上是跟我们各位现在看到在外面这样子是一样的哈。我是用4块砖叠起来的高度，然后搭配上这样子的圆形的高度哈，这样圆形的高度来做一个堆砌哈，空起来哈。那我们这样看一下哈，左边这边哈也是以4层的高度。那至于角度，这个角度啊，圆形的角度，就大家要去画板子哈，画像这一块是板子，你要画一个这样的板子，然后到时候把这个耐火砖这样一块一块的把它放上去，放上去之后呢，再用那个注料把它粘起来就可以了哈。那讲的都是我这个窑的正面哈。那来看看旁边，我们从下面底部开始跟大家分享哈。下面的底部我是用空心砖的哈，做成一个摸字形，这都是空心砖哈。那后来我就没有再涂那个粘那个石头啦或什么造型的哈。那上面这个外面呢也是包空心砖。外墙的部分也是包空心砖，空心砖的好处就是施工比较快速，因为它比较大块，把它围起来就可以了。那这里也是哈，把它围起来，我都是用空心砖把它做外面的一个装饰哈，把它围起来。那基本上厚度就是指这里到外墙的厚度，这里到这里的厚度，这里到这个厚度，也就是保温层的厚度啊，最少要有40公分，要有40公分的厚度哈，你那个蓄热才会比较好，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天气冷，你这个保温层不够，它降温的速度会很快。因为我们这是用它的余热来烤面包哈，不是烤披萨。披萨来讲，它是用明火在烤，它的温度会更高，跟烤面包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因为里面已经盖起来了所以可能看不太到哈。那这个外墙我的造型就是这样子围起来。那里面呢，里面叠的高度，我的叠砖不是这样子不是放横的，是放直的，这样子的。这样叠的，这样叠起来，是叠这样子那厚度呢？当你叠这个耐火砖的时候，叠到高度这边固定之后，你在外围要把它孔水泥这个时候就可以灌水泥了就是这个厚度，我们这里到外墙的厚度40公分的中间层要灌水泥，要放点焊网。或者是钢筋，把整个窑体框起来把整个窑体框起来。
然后呢，这个四周围耐火砖的四周围灌水泥，灌跟它一样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你这个圆形啊，圆形你要让它有支撑力啊，它这个会往外扩嘛，压力会往外推嘛，所以你外面有一个把它挡住的，挡住这个耐火砖，还有上面这个窑体屋顶，把它钉住。所以这边灌水泥灌上来，那上面这里呢，当你这个砖呢，耐火砖都窑体弄完之后，上面还要再铺一层，先粘那个柱料，把柱料粘差不多约莫3公分到5公分的厚度层柱料一个壳就对了，你把它涂上去，涂在整个砖的上面，它就形成一个龟壳。当然它也可以把这个耐火砖把它粘住，粘住之后呢，我们才铺保温棉、红砖、碎砂，然后再把它粘起来。这厚度，整个厚度才达到40公分，它的保温层这个部分是这样子那那有朋友一个朋友问我，在盖这个窑体的时候，我是一个么字形围起来之后这个耐火砖这个很简单嘛，4层盖起来之后内部就是你需要用到的空间。那在叠这一层的时候，我是假设是四排好了我看一下几排我约叠了4排到5排，这是这个砖的长度这样子直的方向立起来，立砖这样叠了1排之后呢，因为你要用那个柱料把它塞满之后呢，固定之后就等它干。那记得这个耐火砖跟砖头一样，要先泡水泡好了之后呢，再来粘。我是粘一层一段，然后拼成一个很长的一个空间一个窑体的空间，一个深度。我没有整个一次把它粘完，你要一次粘完也可以啦，应该可以就是你这个模具，这个木头模具要钉成一个长方形的隧道，然后把它撑高了，把它撑高是左右这边撑高，然后你在上面放这个耐火砖，然后把它粘起来，用柱料混水，拌水之后呢，就可以把它塞进去粘起来。那这个柱料它的粘性也蛮强的不能用水泥水泥它会爆那这个耐火砖一个40块台币，现在我不知道是40块台币。这个红砖1块3块钱台币所以你要算好你这个耐火砖的价钱。当然啦，你要整个窑好看的话，你要全部用耐火砖也可以，那盖起来更漂亮因为它整个都是这个窑的这个耐火砖的颜色也更漂亮。当然啦，因为我第一次盖，所以你看到这个灰灰的这个红砖也没有那么漂亮这个技术不好。但是我的要求就是起码它不要垮掉。我当初在盖的时候就说不要垮掉，可以烧。那经过我2年这样烧下来的结果不错，没有垮掉，很 OK。所以我这边是用分享如果说你也想盖，想试试看，我可以给你大致上的建议。那如果说你真的怕自己没时间，又怕会垮下来盖不好，那没关系，你就要请那个头锥塞会叠水泥的师傅来帮你盖，他们比较会叠。但是变成说，因为从地基开始做到整个窑体好，要分很多的阶段，它不是一次就盖好的，所以这个师傅的工钱呢，你也要算在里面我这样的窑全部盖完，约莫材料钱5万块到7万吧，因为我不太记得5万到7万块的材料钱那现在有没有涨价我不知道。当然了，你要盖得更漂亮，就像我外面这个不要用空心砖，你要去用孔金或是用宝石
或是用什么去 anyway 装饰它都可以，只要资金充足的情况之下就可以了哈。那这个窑的原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哈。这个窑我们烧柴嘛，窑体烧热之后清空，那这就是所谓的黑窑。黑窑的意思就是我们烧的部分跟我们烤面包的部分在同一个空间，叫黑窑。那另外一种叫做白窑，白窑的部分呢，它是在下面这个地方，在下面烧，火舌喷到里面。那窑体你烤面包里面它不会脏，它是分两个部分。那黑窑它是烧完之后清空之后呢，就可以烤。那相对的，它的温度就会开始慢慢的降，降到一个你没办法烤面包的温度之后呢，就是烤饼干，或者是刚刚我最前面的是烤木头，那这是黑窑。那如果说是白窑的部分呢，你可以再加火进去烧，一边加火一边烤，那个是白窑。那我为什么会做黑窑？因为我看了影片，还有去参观人家的这个窑，是黑窑，感觉上比较简单，而且对一个新手来讲，比较不会有失败率，所以我也是这样子慢慢玩上来的哈。那有兴趣的你，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就请口对塞。当然了，你的预算可能要乘以2，你可能要10几万才可以盖这个窑，甚至于20万啊。那你也可以从小的窑开始玩。什么叫做小的？你可以盖披萨窑，因为披萨窑来讲，它不需要保温层，它只要把耐火砖粘好就可以了。你可以粘一个迷你型的，迷你型的烧烧看，你觉得粘起来有心得的之后，你再放大起来做这个窑。希望你盖窑也可以成功哦。那如果你觉得还没有把握，或者是说我今天拍的影片讲的还不够仔细，那你可以随时留言，在下面留言 ，OK， 在下面留言跟我说，或者是你来我这边，我跟你再讲细一点的，你再回去盖。那希望大家一起来造窑烤面包，赞！如果说你是同业的，也欢迎来看哦。这个我也是去请教人家的，因为人家也是不吝啬的告诉我们，所以我在这边也会不吝啬的跟大家分享，因为分享就是美德，你说对不对？好，那我们盖完窑之后呢，我们要烤面包。那当然知道，大家烤面包呢，就是在里面生火。生完火之后呢，当你达到你要的温度之后呢，你要把碳把它挖出来哈。挖出来需要什么？叫做耙子。当然是这个耙子。把碳，把那个用耙子把碳把它挖出来，清空。清空之后呢，我们还要再用这一把叫做，看得清楚吗？这一把叫做中毛刷，进去把这个灰把它清干净，清干净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放进去烤木头，烤面包哈。那我们清完碳之后呢，接下来还要需要一个东西，这一把这一把叫什么？这一把叫007吗？不是，这一把叫测温枪哈。这个测温枪要在烘焙店卖的可能没办法测那么高哈，我这一把在淘宝买的，可以测到530度。那就是你测温的时候，你就是要测下面的跟上面的。那下面来讲又有分哦，你要测大概前后，就是看你烤盘放的位置，因为有时候它的温度会有落差。尤其为什么窑烤真的是要凭经验哈，你每次烧的火，冬天跟夏天可能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测温枪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再来呢，
如果说你想把它贴底，那目前来讲我们是用烤盘啦，因为毕竟贴底来讲还要多一个拖把，把那个窑底嘛拖干净，你就可以直接放面包，那样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是用烤盘，所以我们就没有用拖把。那另外呢，如果说你想烤披萨，就要买这个，很长吧？好，你要买这个来把它缠进去。哦，不管你是要烤披萨也好，或是你要缠面包也好，都必须要买这个。这个也是浩宝买的，最大的代工厂浩宝。OK， 那接下来呢，如果说你要这是耙子哦，透明的，这是我在耙木头的时候使用的。这是我们最前面我们在烤木头的时候用这个把它耙出来啊，这是所需要的工具。那以上来讲就是我在烤面包的时候，大致上这个窑所需要用到的一些附属工具，才能够完成一次的窑烤面包。那至于为什么当初想要自己盖一个这个窑，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苗栗地区也还有其他家的做窑烤面包的前辈。那因为有一次啊，带着老婆去买，结果买不到，要预约才吃得到，所以这个就萌生了我要自己盖窑来烤面包的一个契机啊，好吗？反正就自己盖自己烤，盖完了这个窑呢，也才后来又导致了我到古研所去学做面包。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再拍一次我在古研所的日子是怎么样学面包的。好，我们下次见。